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最强的健康法》这本书。年轻时，我们常常喜欢在同学聚会上比较各自的工作和收入。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真正决定幸福感的关键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在进入40岁以后，我们会发现身边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因为重病而困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每天保持最佳的状态生活，远比学历或职业上的成功更能让您成为人生的赢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问题会逐渐显现出来，如血糖升高、外貌衰老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癌症等疾病，从而降低生活的质量。本书基于最新的科学，介绍了一些简单的健康习惯，来帮助我们避免衰老和疾病。即使您现在很健康，也能学到如何保持最佳状态的行动计划。在100年人生的时代，健康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本书将帮助您掌握关于医疗和健康的最新常识，并且推荐的方法和习惯经过了健康医疗专家团队的严格审核，因此大家可以放心实践。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所有人都应该采用的预防癌症的3个方法；第二，针对脱发有效的药物以及预防脱发的3个对策；第三，延缓衰老、保持年轻的3个健康习惯。首先是第一部分，所有人都应该采用的预防癌症的3个方法。在我们的一生中，罹患癌症的风险相当高。可能有的人觉得癌症离自己很远，但其实每个人体内都潜藏着癌症的因子，所以癌症并不是别人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一生中罹患癌症的几率有多高吗？据日本统计，男性一生中罹患某种癌症的概率高达62%，而女性则为46%。这意味着，约有2/3的男性最终会罹患癌症。在这样一个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罹患癌症的时代，如果仍然认为癌症是别人的事情，而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种想法未免过于乐观，甚至可以说是对自己健康的不负责任。因此，我们不仅要培养预防癌症的习惯，还要做好随时可能面对癌症的心理准备。稍后我将详细介绍每个人都应该采取的有效的癌症预防方法。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癌症的机制。毕竟，癌症是一种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疾病，只有理解了它的发生原理，才能更好地讨论其具体的预防措施。那么，癌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癌症起源于基因受损的细胞。我们的人体大约由37万亿个细胞所组成，这些细胞不断地被新细胞替代。在这个过程中，细胞的基因可能因为分裂时的错误，或者是因为吸烟、紫外线等外部刺激而受到损伤，进而产生受损的细胞。而这些细胞正是癌症的根源。即使是外表看起来健康的人，他们的体内每天也在不断产生这样的癌细胞。当这些基因受损的异常细胞持续增殖，最终形成肿瘤时，它们可能扩散到周围的器官，甚至进入血管并扩散至全身。例如，如果癌症最初发生在肺部，它可能像播撒种子一样，扩散到周围的器官，或通过血液流动扩散到其他器官。这种从癌症原发部位通过血液或淋巴系统扩散的现象称为转移。就这样，最初仅发生在一个部位的癌症会逐渐扩散至全身。简而言之，癌症是一种由基因受损的异常细胞增殖并扩散到周围器官的疾病。现在，我们已经对癌症的基本机制有了初步了解。可能有的人会问，既然健康的人体内每天都会产生癌细胞，为什么我们不会得癌呢？这是因为我们体内有3道防癌的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细胞自我的修复功能，第二道防线是细胞自毁的基因机制。当细胞出现基因损伤或其他问题时，它们会触发自毁的机制。第3道防线是免疫系统中的淋巴细胞，它们负责消灭幸存的癌细胞。正是因为有了这3道防线，即使我们每天体内产生癌细胞，
仍能保持健康。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3道防线的功能会逐渐减弱，因此，年纪越大，患癌的风险也就越高。年轻人很少患癌，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些防线在年轻时运作良好，能够及时消灭癌细胞。到这里，我们已经对癌症的机制有了一个简要的理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癌症预防方法。这3种预防方法是：一、定期进行有科学依据的癌症筛查；二、在值得信赖的主治医生的指导下接受标准治疗；三、养成降低癌症风险的良好习惯。首先是第一个方法，定期进行有科学依据的癌症筛查。对于癌症来说，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非常重要。如果发现和治疗得太晚，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也会因此而失去。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定期接受癌症筛查，以便早期发现。然而，接受癌症筛查必须是定期和科学的，否则就没有意义。癌症筛查就像除草一样，即使您一次性清除了所有的杂草，如果长时间不管，杂草还是会重新长出来。同样的，癌症筛查应该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定期进行，即使你已经进行过一次筛查，结果显示没有异常，也要定期检查，因为癌细胞每天都在我们的身体中不断生成。另外，如果您在筛查后被告知需要进行更详细的检查，不要因为没有症状就忽视它，一定要尽早接受详细的检查。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因为害怕癌症而想要频繁地接受检查，但事实上，频繁的检查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反而可能对身体带来一定的负担。癌症筛查的意义在于像定期除草一样，以适当的间隔进行，就像您昨天刚除过草，1周后再去除草，杂草还没长出来，这样的频繁检查并没有必要。那么，应该以怎样的频率进行筛查呢？对于胃癌、肺癌和大肠癌，建议40岁以上的人每2年检查一次；乳腺癌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每2年检查一次；宫颈癌建议20岁以上的女性每2年检查一次。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每2年进行一次胃癌的内窥镜检查也是可以的。此外，为了预防肝癌，建议接受肝炎病毒的检查。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在值得信赖的主治医生的指导下接受标准治疗。当在癌症筛查中发现癌症时，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主治医生，而判断医生是否值得信赖的关键在于他对待患者的态度。要观察他是否能够认真面对患者的焦虑和疑惑，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消除这些困扰。医生是否倾听患者的想法和期望，并努力满足这些需求，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检查的内容。因此，首先您可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不安，看看医生的反应。如果医生回避问题，强行得出结论或急于下结论而忽视患者的感受，那么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这位医生是否适合继续为您提供治疗。在治疗方面，要确保医生能够清楚地解释推荐的治疗方法、可选的治疗方案、它们的优缺点，以及治疗后的护理是否必要等内容。找到一位能够面对患者的不安和疑问，并贴心地提供支持的主治医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找到了值得信赖的主治医生，作者建议您应在这位医生的指导下接受标准治疗。在癌症治疗中，手术、化疗和放射治疗被称为3大主要治疗方法，而这些就是所谓的标准治疗。虽然标准治疗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普通的治疗，但实际上，这些治疗是通过几十年的大量研究证明其有效性的基本治疗方法。正因为他们在许多患者身上经过了效果和副作用的验证，所以才成为了医疗保险范围内的治疗项目。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首先应该认真接受标准治疗。标准治疗并不是普通的治疗，而是经过数十年研究积累证明其有效性的常规治疗。作者在与癌症治疗专家多次访谈后，得出了标准治疗是最好的治疗这一结论。
希望您能够找到值得信赖的主治医生，并在他的指导下接受标准治疗。接下来是第3个方法，养成降低癌症风险的良好习惯。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引发癌细胞的生成。具体来说，有些习惯会增加患癌的风险，而另一些习惯则有助于降低风险。因此，在家中坚持这些有助于降低风险的习惯，是预防癌症的最佳方法之一。首先，戒烟是必须的，这一点显而易见。吸烟已经被证实会增加多种癌症的风险，烟雾中含有大约70种致癌物质。即使您不吸烟，也要避免吸入他人的二手烟。如果您因为吸烟而增加了自己的风险，那是您自己的选择。但没人愿意因为吸入他人的二手烟而增加患癌的风险。坦白说，如果我身边有人正在吸烟，我会立即离开这个地方。除了戒烟以外，作者还建议大家减少饮酒。饮酒会增加患肝癌、结肠癌和食道癌的风险，所以适度饮酒是最理想的状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过度饮酒或者一次性大量饮酒。此外，习惯在睡前喝酒的人也要小心。研究表明，睡前饮酒会严重影响睡眠的质量，因此不要再把酒精当作安眠药了。对于那些体重超标的人来说，保持适中的体重同样重要，因为超重和肥胖会增加食道癌、大肠癌、子宫癌和绝经后乳腺癌的风险。这与脂肪组织分泌的雌激素和胰岛素抵抗等机制有关。不过，过度瘦弱也存在着风险，因此大家要努力保持适中的体重。为了降低癌症风险，饮食和运动是2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蔬菜和水果被认为能够降低食道癌、胃癌和大肠癌等消化道癌症的风险，因此确保摄入足够的蔬菜和水果非常重要。为了预防癌症，我们应当多吃这些食物。除了饮食之外，运动也很关键。运动已经被确认能够有效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此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保持适中体重也至关重要。因此，在调节饮食的同时，请确保有足够的运动，以维持健康的体重。接下来是第2部分，针对脱发有效的药物以及预防脱发的3个对策。在这里，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些具体的防脱发和治疗脱发的方法。许多人可能已经在为头发变薄或脱发增多而烦恼，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脱发的情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的头发实际上可以分为2种类型，这取决于头发根部含有的5-alpha 还原酶的类型。根据酶的类型不同，头发可以分为1型和2型。其中2型头发与男性型脱发 AGA 密切相关。需要注意的是，2型头发更容易出现脱发的问题，尤其是在前额和头顶区域，这些部位是最容易脱发的地方。相反，侧头部和后脑勺的头发不太容易脱发，即使在老年人中，这些区域的头发也常常能够保持良好。这是因为前额和头顶生长的是与 AGA 相关的2型头发，而侧头部和后脑勺生长的则是与 AGA 无关的1型头发。此外，女性也可能会因为与男性相同的机制而出现脱发，但大多数情况下，女性脱发是由荷尔蒙失调、内分泌紊乱、过度护理头发或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如节食引起的。前面提到的2型头发更容易脱发，是因为它们含有的5-alpha 还原酶会将睾酮转化为 DHT 双氢睾酮。DHT 与毛囊中的雄激素受体结合，会导致毛囊弱化或脱发。由2型5-alpha 还原酶生成的 DHT 会抑制毛母细胞的功能，使头发变细，这就是脱发的主要机制。在了解了这个机制后，大家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哪些生发剂可能有效，以及植发是否有用。基于这个机制，接下来我将介绍3种具体的防脱发对策。1、使用已被证明有效的生发剂。2、将不易脱发部位的头发进行植发。3、利用干细胞生成毛母细胞并进行移植。首先是第1个对策，使用已被证明
有效的生发剂。生发剂可以减缓脱发的进程，通过减少脱发来维持现状。目前医学上已确认有效的2种成分是米诺地尔和非那雄胺。尽管市面上有很多种生发剂，但如果你要选择生发剂，最好选择这2种成分的。米诺地尔可以活化毛囊，延长头发生长周期，而非那雄胺则通过作用于毛母细胞的受体，防止睾酮在5-alpha 还原酶的作用下转化为 DHT， 从而减少脱发。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女性也面临着脱发的困扰。尽管有的人认为非那雄胺只适用于男性，在专家间关于非那雄胺对女性的效果也存在着分歧。但如果脱发是由荷尔蒙失调引起的，那么非那雄胺对女性也是有效的。此外，还有一些内服药物，如保发脂，可以通过抑制2型5-alpha 还原酶的活性，延缓由于 AGA 导致的脱发。然而，这些生发剂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停止使用，脱发可能会再次出现。因此，在使用这些生发剂时，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充分了解其潜在的缺点。接下来是第2个对策，将不易脱发部位的头发进行植发。除了之前介绍的生发剂，还有一种方法叫做自体毛发移植。自体毛发移植是一种从自己侧头部和后脑勺区域提取健康的头发，并将其移植到脱发部位的医疗技术。这种方法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安全且效果显著的防脱发手段。如之前讲解脱发机制时所提到的，侧头部和后脑勺的头发不容易脱落，因此如果将这些部位的头发移植到容易脱发的前额和头顶区域，移植后的头发在这些区域能够终身生长。那么，如果您决定进行植发，有哪些方法可供选择呢？植发手术主要有2种方法：FUT 毛囊单位移植和 FUE 毛囊提取术。FUT 是通过从头部后部切割一小片皮肤，然后将毛囊移植到脱发区域，而 FUE 则是通过逐个提取毛囊，然后逐个植入需要修复的区域。有兴趣的人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面对脱发困扰的人可能不少，但如果知道有这些植发技术可供选择，相信会让您在心理上轻松许多。接下来是第3个对策，利用干细胞生成毛母细胞并进行移植。最后，我要分享一个更令人兴奋的话题。现如今 ，AGA 的治疗方法正在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令人惊讶的是，利用干细胞生成毛母细胞并进行移植的治疗方法已经进入了实用化的视野。这种方法的原理是，从患者自身健康的毛发中提取毛根部分的干细胞，经过培育后再移植到患病部位。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接近实用化的水平，预计不久将会实现临床应用。干细胞再生毛发的技术进展迅速，未来可能会彻底解决脱发的问题，让所有困扰脱发的人摆脱烦恼。我们有理由期待技术的进一步进步。顺便提一下，虽然生发洗发水、头皮按摩和头皮喷雾等产品的效果大多不显著，但也有个别人可能会长出细软的毛发，因此这类产品并不能完全被称为无效。不过，由于其效果被认为很微弱，因此不值得投入大量的金钱购买昂贵的生发洗发水或头皮护理。目前，除了米诺地尔和非那雄胺以外，还没有其他生发产品被证明有效。因此，作者建议不要在几乎没有生发效果的洗发水或按摩产品上浪费金钱。接下来是第3部分，延缓衰老、保持年轻的3个健康习惯。在这里，我将介绍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够帮助您从今天起就开始远离衰老和疾病，并保持年轻。这3个健康习惯是：1.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刺激大脑；2. 抗氧化饮食；3. 组合零碎的运动。首先是第1个习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刺激大脑。与他人的交流对于大脑的抗衰老至关重要，单纯的交流还不够，被他人依赖和需要能够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从而帮助我们保持年轻。大家身边可能有些人在退休后
会迅速衰老。当他们还在工作时，会与他人保持一定的沟通，被需要和依赖，但一旦退休，这些互动就会骤减，结果导致了他们迅速变老。因此，即使在退休后，找到一个被人依赖和需要的地方，也是防止衰老的关键。比如，您可以参加社区活动，参加志愿者服务，或者利用您在职场上积累的技能去帮助他人，积极与他人交流，让自己处于被需要和支撑他人的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功能会下降，更容易罹患认知症等疾病。为了预防认知症，积极与他人交流也是非常有效的。我们日常与他人交流时，其实是在使用大脑的各个区域。与他人交流时，我们的大脑是全力运转的。通过与他人交流，保持大脑的认知功能全力运作，可以防止大脑的衰退。此外，保持好奇心，激发大脑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我们的年龄多大，拥有能够激发好奇心的爱好，都有助于预防认知症。接下来是第二个习惯，抗氧化饮食。活性氧是导致我们衰老的元凶之一。活性氧是一种会使我们的细胞氧化并加速老化的物质，因此正确应对活性氧对于保持年轻至关重要。活性氧既是体内能量产生过程的副产物，也会因紫外线和大气污染等外部因素而产生。虽然我们体内本身具备清除活性氧的功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功能会逐渐衰退。因此，我们应当在日常饮食中有意识地摄取富含抗氧化成分的食物，这就是所谓的抗氧化饮食。富含抗氧化成分的食物中，代表性的有富含维生素 A、C、E 的各种色彩鲜艳的蔬菜和水果。在预防癌症时，我们已经强调了蔬菜和水果的重要性，而在抗衰老方面，蔬菜和水果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食材。大豆中的异黄酮、绿茶中的儿茶素、沙丁鱼和牡蛎中的矿物质等植物化学物质也同样推荐。另一方面，我们应尽量避免食用快餐、垃圾食品、含反式脂肪酸的黄油、添加剂多的火腿等加工食品、油炸食品和方便食品、零食等。这些食品会加速人体的老化。通过坚持抗氧化饮食并排除这些不良食物，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持年轻。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要点，就是不要过度饮食。研究已经证明，保持7-8分饱有助于长寿，而过度饮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也会导致活性氧的生成。因此，为了保持年轻，我们应适量减少食物的摄入。接下来是第三个习惯，组合零碎的运动。运动对抗衰老非常有效。运动不仅有助于增强体力，还能预防老年的跌倒现象，从而避免长期卧床的情况。然而，并不需要进行剧烈的运动，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运动是很重要的。然而，忙碌的大家可能难以抽出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时间来运动。这时候，不妨通过组合零碎的运动来确保运动量。例如，即使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中午休息时可以步行去较远的地方去吃午餐。上厕所时，特意选择走楼梯，去不同楼层的厕所。每小时做1次伸展运动或深蹲等。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运动的时间。总之，白天积极活动与抗衰老机制中的激素密切相关。抗衰老的重要激素之一就是生长激素。然而已知，生长激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生长激素在入睡约2小时后会大量分泌。白天适度活动有助于深度睡眠，从而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